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酒的地方我让你舒服。大家好，我是肯定猫，谢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是金门酒厂的第2集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几题要破除网络上的以讹传讹的迷思，来请问2位专家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请问第1题哦。人家说高粱酒加了水会混浊就是真酒，没有混浊就是假酒，这个是真的吗？在20年前讲这句话是对的，不过在现在讲这句话是不对的。在早期，很多做假酒的，他们会用所谓的酒精加香精，然后加糖精去调，那所以它加了水不会混浊。那以现在的酿酒技术来讲，很多摘酒的工艺、过滤的技术一直在进步、在提升。现在这种加了水不会混浊，应用在现在已经不客观了。我好好奇，那我现在应该如何分辨怎样是真酒呢？其实现在分辨真假酒真的很简单，你去看这个标签的背面，它已经跟你讲怎么样分辨真假酒。那金门酒厂这款白金龙的标签，它是用中央印制厂，也就是我们印钞票的工厂用的纸张，甚至用的印刷技术都一样，里面会有所谓的一些黄尾的辨识，你只要按着它后面的辨识方法，一步一步这样按图索骥，就可以分辨出这一瓶酒是真还假的。第二个是这个瓶盖，这个瓶盖上面你用紫外灯去照射，它会显示有所谓的 KKL 或者金门的字眼，你可以辨别出来它是真酒跟假酒，用科技的方法来辨别真假酒。哦，原来，所以大家就照着酒后面的指示，其实就可以分辨出真酒了。对，我就是平常就是看到就是想说，后面怎么那么多字啊？但是我根本就一点都没有想要去看它的意思。对，原来它的重点就是让你分辨假酒。真酒怎么样？如何辨别这样子？那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。接着下一题就是高粱酒的气泡可以辨别真假吗？那它的气泡来辨别真假酒，这是比较不正确的方式啊。我们通常会观察气泡是来辨别它的酒度。我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哈，在早期做假酒的技术以及它的对于酿酒的技术不是那么的了解，所以他们在做用酒精、用水、用香精在勾调的时候，有时候酒精度抓得不是那么准。那其实气泡的大小刚好现场有38度跟58度，你从38度跟58度，其实你看2瓶酒一摇下去，2个气泡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酒精度越高，它的气泡比较大，很快就散掉；那酒精度越低，它气泡比较小，它散失的比较慢。好，接下来是大家最想知道的，就是金门酒厂传说中的勾调心法。你们酒厂真的有勾调心法这个秘密吗？你会拍武侠片吗？你说心法吗？既然有九阴真经，确实是有勾调心法的存在。酒阴真的有，这可以讲吗？没想到勾调心法即将在里奥频道公诸于世了吗？紫香可待短淡丹，微涩微燥醇和眼，苦涩乙酸三香定，味辛味闷成酒天，放香不足调酒头，回味不足调酸子，香气与味悉协调，勾调平衡仔细研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我刚刚以为他是前面是在说和尚端汤上塔。驴瓶酒师备了3天3夜游拉，直接无视还在绕口令。其实这个心法是我们从四川的一位将近90几岁的老专家里面亲口传授给我们。他也是喝了酒之后语重心长的跟我们讲，台湾同胞，我跟你讲个秘密，然后他就娓娓道来了。我们又知道了一个秘密，真是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就是用这个心法，真的可以从就是这些酒基里面勾兑出那么多种不同风味的高粱酒吗？可以。我们今天就教消费者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勾调，我们就用103年的38度来勾调112年的58度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进行勾兑小游戏喽，就是我们的旧生吧遇到新58，旧三八是你吧？经理和品酒师应该还是想见到社长就好吧？好了，冷静一点。旧38就遇到新58了，我们就开始来做勾调。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是要喝这么多酒吗？你们是不是真的想帮我们灌醉？我们今天就喝5杯，我们就从43、45、48、51、53这5杯的调法。 5杯还行啦。那我们第一杯就是38有3杯，然后兑1杯的58。3杯38，然后1杯58。大师指点，我们来试试看。8分满吗？再1杯3。好。
你现在是在勾兑哎，我今天其实也是调酒师呢，你试了，好香哦！哎，好香哦！这是我们的酒训首席调酒师猫猫。那你调出来的这个酒度大概是43度。闻起来没有不像，好惊艳哦！好好喝哦！你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好喝的酒？金门高粱首席品酒师就在旁边，尤拉居然夸奖的是凯蒂猫。哎，我觉得它喝起来好清爽哦，而且就是我觉得不像高粱酒，哎，我觉得很像什么果实酒之类的感觉，酒精浓度高一点的果实酒，它喝起来就是甜甜，然后微酸，它的果香味很香，然后喝下去之后的那个味道会一直冲上来。然后不会让你太刺激，但是会觉得哇，香气一直停留在你的鼻子啊、喉咙这边，然后会觉得那个香气十足，一直停留在这边，然后让人家有惊艳的感觉。它的口感跟刚刚尤拉所说的，就验证了我们刚刚的调酒心法：味辛、味闷、陈9天。这个38度已经有9年的酒龄。哎，很好玩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。不同的比例会带出不同的味道。好期待哦！再试试下个比例。那下一个比例呢？我们再试一下哈，38 2杯，然后对58 1杯。好，酒训首席调酒师又来献宝喽！师傅，你试试看我的手艺还行吗？经理，试试看我及格吗？可以。那这杯的比例哦，调出来它的酒度大概是45度。以我们在调酒的经验哈，这个酒度都在45度、46度左右哈，哈密瓜的甜感就跑出来。有哈味，它的这一杯的香气比刚刚还要再浓郁些。对，甜感也有提升。一样的酒，不同的比例，味道不一样。它喝起来口感又更厚实了，又更扎实饱满。除了顺之外，它的香气没有像刚刚就是整个是一下冲上来，它是更顺口，然后香气是慢慢的升上来这样。你会感受到喝起来有点绵柔感。有，这次我觉得有喝出来它是高粱酒了。刚刚那一次我觉得好特别哦，完全就是一点都不像高粱酒，很好喝。然后这一款呢，这样子调出来又是比较柔顺绵柔的高粱酒，而且他们这2款是真的可以调哎，可以调。大家都可以当勾兑老师了。我们接下来第3杯就是1比1哈。其实这样就是让消费者在家里用很简单的器具就可以调出来。我们这次的调酒根本就是超高阶调酒哎，直接将秘方公诸于世。对，跟隔壁台的那个 Stubby Bar 的调酒完全是不同层级，真的。居然趁着社长不在大放厥词，靠着首席品酒师狐假虎威。闻其香，是不是哈密瓜的味道不见了？哎，不见了，它味道变得比较沉稳一点，有一点点乌梅的香气哎，有试试看哈。乌梅味道变得好明显哦，对，喝下去的那个乌梅味有冲出来，觉得还是很顺口哎。它酒精浓度是有就是随之增高，但是还是很顺口。这个酒度啊是落在大概是在48度，但是完全还是一点都不呛辣。但喝起来酒精感明显有变重，但是这个比例是非常顺口的，不会辣。然后我觉得它的甜感好像有越来越降，然后浓醇度越来越高，后面的尾韵哦会拉得比较长了。有，其实重点是要传达不同的比例呈现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在学习勾兑心法了嘛，某种程度是最低程度是，对。接下来这一杯哦，就是1杯的老38跟我们2杯的新的58，来哦，稳住。首席品酒师不要生气，我们不承认凯蒂猫是你的弟子。我害怕，社长，我需要你，什么时候才要回来？那这个比例哈是会落在51度。我觉得闻起来的酒精感闻不出来耶，我觉得很神奇，它又变更甜了。对，刚刚好像甜感有下降，可是这一次甜感又跑出来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香气又变了，超神奇的，每一次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同，超甜，怎么会这样子？这个也是我们在勾调的时候哈。经常会把比较老的低度酒来当做我们在勾调上的一个秘密武器。酒哈，它随着时间去堆叠它的风味，堆叠它的沉香，让一般的消费者去改观。除了58度能有陈化的效果，38度一样是会有陈化效果，而且它在做勾调方面的点缀是非常棒的一个秘密武器。高粱酒喝腻的人，你就是2瓶那边拉来拉去，要遵照着我们的勾兑心法。这是一个非常简易、很快速啊，就可以让平常在家里面啊，或者是出去外面去饮用啊，桌上有这2瓶就马上就可以体验，马上就勾调出来。哇，看到
到这一集的朋友真的赚我们还有一款，我们就一杯老38跟3杯新的58。OK 好 OK。这一集我们终于成为了酒训首席、勾调师跟品酒师。找到我的副业了。确定刚才把酒洒出来？那这个酒度啊会落在53度。53度这个度数我超喜欢的，没有那么的呛。跟58度比的话，喝得出那种酒精感，但是又不会那么排斥。可是我觉得它闻起来的香气很浓郁，我闻到的反而不是酒精感是香气很浓郁十足。然后它喝起来真的就是有酒精感，因为平常喜欢喝金门高粱酒的朋友啊，他们如果没有就是这么强烈的酒精感的话，其实他们会觉得不够爽，不过瘾。有啦，柚子终于变得精实了一点。38只有一杯，就跟刚刚我们在调的时候呢，又有不同的风味的转化。它整个口感的呈现哦，让你感觉入口就化掉。虽然只有38只有一杯，对上这个3杯，不会让你感觉这58很强烈，打破以往人家觉得说58是非常的呛辣，老38呢就将它的口感去做一个修饰，让它口感更柔和，入口就化掉了。老酒酒基真的是非常重要，也非常珍贵，对不对？它的那个香味真的是比前几支还要浓郁很多，喝下去它有酒精感的冲上来的感觉，就是让人家觉得好爽，很舒服，很舒服。这种有年份的38度用仪器去分析，发现到说它里面有一种所谓的乙氧基的化合物，比一般新的酒多很多。那这种乙氧基的化合物，其实在我们在公司里面已经判定它是一种所谓的老酒因子、陈年因子。那这种老酒因子只要加一点点在新酒里面，它慢慢它就会带出那种老酒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如果这样调了之后，放了1个月之后再喝，味道又不一样，它会去催化它，会演变它的风味。这是我们目前所做的研究，在科学上喝多了。你是要把秘密讲出来？你又把秘密讲出来了。朋友们，就是直接就去买一瓶老的金门高粱酒来，然后直接就是加到一个新酒里面。对，我想起来一件事情，我爸爸他是那个老兵，他都会有那个什么金门高粱酒，就是一个瓷瓶。他每次都会把他的新酒加到那个瓷瓶里面，里面就是有那个老酒的影子嘛。他就跟我说，你这样加进去再倒出来，养一下再倒出来会更好喝。我今天终于得到答案了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对，原来原理是这样子。哎，妈妈，我再跟你讲一个秘密。好，其实，在我们厂里面啊，我们会做梯度的试验。所谓梯度的试验呢，就是从1比9、8比2、7比3、6比4、5比5一系列把它排出来，然后逐杯去把它品尝出它最适合的黄金比例，最协调的是在哪个区段。比如说我们已经抓到是6比4了，它中间还有所谓的小数点0.1、0.2、0.3，然后再抓一次，这么精准，真的味道真的不一样。赶快立刻去买老酒，然后再买一瓶新酒。 2瓶自己在家勾兑当首席自己的品酒师。可是现在揪38会不会很难买到啊？不会，所谓的全联超市、家乐福有没有都可以买得到那，烟酒专卖店买得到吗？不一定。不一定哦，要看店家。很多买到旧的38的人他不懂，很多年轻人他喝到这味道怎么喝起来味道不太一样。真的蛮好喝。你喝纯的旧38跟喝纯的58其实是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你们今天这样讲好多秘密耶。好，那这个旧38你也可以体现出它陈年的风味啊，也包含有一些乌梅的味道。这个旧38真的好好喝哦。我觉得刚刚妈妈调出来的比较好喝哎。我也觉得。谢谢2位贵客从金门远道而来，他们真的要回去了，没有第3集了，大家赶快努力的看。对，重复这一集真的看是非常非常精彩。最重要的就是记得订阅，按赞。开启小铃铛我。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还带来一款神秘的酒款，那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样的酒？我好期待哦。他根本就是来灌醉我们的，我真的觉得。我好开心哦，让我舒服。大家有舒服到吗？它味道好特别哦，这香气是特选吗？这香气再猜猜看，特级。再猜猜看，有点像唇膏哎。很像，但是再猜猜看，有没有觉得它那个泡泡胶的味道很重？有啊有啊，我用闻的时候就有了。很像我们小时候玩那个吹泡泡胶的那个味道，泡泡蛮重胶，的然后又有很那种白色的花香。当你们闻到这种泡泡胶的味道，其实代表这款酒的酸质量非常的丰富。看一下杯子，会发现它挂杯非常的明显。
表示它的微量成分很浓稠。酸度比较高，然后但是它不辣，然后口感丰富入口非常顺口，然后口中的味道层次很丰富，不呛。那这支是几度566，还点6哦，你们会不会算得太精准啦？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梯度差异，真的口感上是非常不一样。到底是什么酒啦？而且我觉得你们把这支酒作为结尾很棒哎。有没有比陈高好喝？有，但是比陈高便宜。真的假的？到底是什么酒啦？公布一下是什么？没看过2020振兴经济专供县民配售酒，这个要去哪里买呀？超现厉害的！在买得到吗？ 2位笑而不答起身就去搭飞机，留下错愕的凯蒂猫与尤拉。